看地图玩高雄，我将会用地图的方式告诉你们高雄的景点分布以及他们现在大概是什么情况。首先讲新左营站，这是一个融合了捷运、台铁以及高铁的一个站别，是高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那么它旁边呢是星光三月的左营店，如果说你太早到，也可以在旁边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要买的礼品。那我们就从它附近的景点开始讲起。巨蛋捷运站的旁边呢，就是瑞丰夜市。我觉得这个夜市是高雄规划的最好也最热闹的一个夜市，在我的心里，它就是高雄夜市之中排名第1名的夜市，非常的推荐。它旁边就是汉神巨蛋百货公司，再往上就是自由市场。那这个市场是黄昏市场，除了贩卖生鲜蔬果之外，还有卖便宜又好吃的小吃以及美食，种类和夜市贩卖的也不重复，算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好选择。那么在台铁左营站的旁边是莲池潭，也就是龙虎塔所在的地方。据说从龙口进虎口出会有趋吉避凶的寓意。通常我从龙虎塔出来之后呢，会再走去春秋阁那边吹吹风，这样子就可以了。莲池潭前面有一个建成馆，这里是由左营的旧建村翻建而成，里面有 AR 及 VR 等互动装置演绎着这些老历史。但是这里真的太小了，基本上20分钟左右就可以逛完整个馆。以一个收门票的景点来说，我觉得展品太少了，除非你真的对这些眷村文化非常的感兴趣，不然的话，我并不是很推荐你们特地前往。在上面一点有另一个眷村景点，叫做886园区，跟屏东胜利新村已经商业化的感觉不同，里面不是商店街，而是陈列不同主题的眷村之物，但是它比较小，而且还收门票，跟建成馆一样，除非你对眷村文化有兴趣，不然不用特地前来。下面轻轨美术馆站的旁边就是内围皮文化公园，这里包含了高雄美术馆、儿童美术馆以及内围艺术中心，里面的展品以及展期的质量呢，算是很不错的。如果你是逛艺术馆的狂热者的话呢，会非常喜欢这里的，并且逛完美术馆后，也可以在文化园区里面逛逛、走走、散散步。旁边的金丝湖风景区有一个蝴蝶园，里面的造景以及摆设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是我去的季节不对，没有看到半只蝴蝶，所以就没有这么的惊艳。如果有兴趣的，要自己注意一下几月份能够观赏到蝴蝶。而外面的公园就是非常普通的那种公园，所以如果没有要去观赏蝴蝶的话，并不需要特别前往。在旁边是澄清湖风景区，蛮适合带小朋友去那里走走踏青的，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海洋馆，只是这里在山上比较难到达，而且小黑蚊很多，要自己注意一下。再远一点就是义大游乐世界，它在高铁左营站是有义大客运能够直达这里的，想看表演的话要自己注意一下时间。如果你不想进去玩游乐设施的话，也可以到它旁边的义大购物中心逛逛，那这个购物中心规模算是蛮大的。再远一些就到了佛光山，这里就是有一尊很大的佛，然后吃的跟喝的商店也都有，地方也蛮大的，蛮适合来走走逛逛的。而且它跟义大一样，在高铁左营站都有专门接驳游客的专车。往上走到达捷运桥头站，旁边就是桥头糖厂。如果想吃冰棒的话呢，也可以在这里下车去吃一下台糖的冰棒。再往上走呢，到达捷运冈山高一站，旁边就会有冈山秀泰以及一间非常大间的无印良品店。如果刚刚在桥头没有下车吃冰的话呢，可以来这里的台糖超市购买。再往上走就到达终点站冈山站，它附近有一个冈山夜市，贩卖的品项种类蛮多元的，而且东西也蛮好吃的，蛮推荐。往上走就是冈山箩筐会，是台湾目前仅存的一个箩筐会。箩筐会就是一个传统民俗的市集活动，在过去呢是以贩售竹椅、竹梯、竹笼等农家用具为主，现在还会贩售各种生活百货、花卉、小吃以及饮品。每年会固定举办3次，很推荐来这里走一走、逛一逛。它附近还有一个航空教育展示馆，里面摆满了各种之前使用过的飞机以及炮弹。本来战机很多很震撼，应该很推荐才对，但是硕大的场馆没有冷气，非常闷热之外，展品以及机身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可以感受到馆方没有用心在经营，所以除非你非常热爱战机，不然的话就不太推荐前往。那这个航空教育展示馆的票呢，是能够在免费参观旁边的空军军史馆的，里面意外的很干净，而且展品很多。
如果对台湾的战争以及军队历史有兴趣的话呢，推荐前往参观。在旁边海线梓官那里有一个弥陀海岸，很适合在傍晚的时候去那里的海岸步道看日落。附近的蚵仔寮沙滩也很适合傍晚的时候去看日落。不过礼拜四的时候，蚵仔寮的旁边有一个夜市可以逛。另一边靠山的地方有阿公店水库和冈山之眼，这两个景点就普通，不太需要特地前往，有时间有空的时候再来就可以了。高雄北部的景点大概就这些。接着我们往南走，到达美丽岛寨，也就是光之穹顶所在的地方。搭乘捷运到达捷运卫武营站呢，会有一个文化中心，想看表演的话可以来这边，有时候会举办市集。搭乘轻轨或是台铁到达科工馆站，会有科学工艺博物馆，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走走逛逛。搭乘捷运到达信义国小，旁边会有一个逍遥园，它是日本知名宗教家与探险家大谷光瑞在台湾居住的别墅。刚翻修完，所以看起来很新很干净，但是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建筑，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把它给逛完，属于深度旅游的时候带来就可以了。美丽岛站旁边是六合夜市，那这个夜市呢，我每次去都感觉人潮非常的稀疏，风光不再了，加上摊贩其实很少，感觉高雄本地人根本就不会来逛这个夜市。来高雄最推荐去逛的观光夜市就是瑞丰夜市。再往旁边走，搭乘到捷运盐埕埔站，可以走去位于22塔公园以及五福四路之间的河西路那边。这里下午有时候会举办市集，不知道位置的话，就可以定位高雄市电影馆这里，河西路就是在它前面的那一条。如果想以坐船的方式欣赏爱河的话呢，就可以到对面的河东路搭乘贡多拉船或者是爱之船。船票的收费大概是200块钱，能够搭乘25分钟。也可以选择搭乘轻轨到达真爱码头站之后呢，再走路过去。这里也是那些巨型娃娃展出的地方，像是小黄鸭。旁边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晚上会举行灯光秀，有时候也会举办市集，所以这里很适合晚上来这边看夜景。从这里再往前走，就会到达駁二艺术特区。每个周末在大义仓库这边会固定举办駁二市集，非常的热闹。如果逛累的话，可以再走去旁边的维热山丘。那里提供免费的奉茶，有2种点心可以让你选择，不会有任何推销话术或者是推销员出现在你们身边，大方走进去品茶休息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推荐要来这边的原因。大义仓库的前面是大港桥，能够站在上面观看高雄港的风景，并且每天的固定时间也会进行桥梁的一个旋转。觉得在桥上看不过瘾的话，还可以到隔壁花10块钱上去駁二塔观看整个駁二艺术特区的景观。天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八虎大楼。这里每年3、4月也会举办大港开唱，会邀请非常多的歌手以及艺人来表演。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还可以到旁边的哈马星园区、铁道馆或者是战二库那边走一走。如果是礼拜六去的话，不但可以逛到他们的駁二市集，还可以逛到他们周六限定的駁二小夜市，肚子饿的话可以去那里吃东西填饱肚子。再往旁边走，高雄忠烈祠那边有一个寿山观景台，是看高雄夜景数1数2漂亮的地方，但是这里交通好像比较不方便，要自己再注意一下。再往上走就是寿山动物园，这里的上午10点和下午2点会举办限量的牧草喂食体验，有兴趣的人要提早去那里排队，因为牧草真的蛮少的。再来就是寿山国家公园，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每年的11月到4月之间会开放4个中埔石洞穴，让你下去进行洞穴探险。但是进入前是需要先跟寿山的巡舍员进行预约的，由他们带领你们进入这些洞穴。活动的费用一般是在450到500元左右。非这段时间前往的话，洞穴是禁止入内的。如果被抓到擅自闯入的话，会被罚款3000元。这里除了洞穴之外，还有非常多值得走访的美景。还有，因为这个公园蛮大的，就我所知的入口就有7、8个，可以自行选择一个你们方便的入口进入就可以了。每条路线的难易度差距非常的大，还是要依照自己的体力去做评估。还有，这里有很多猴子，他们是会抢食物的，要自己小心。旁边小自然到海石洞这段路算是高雄的秘境，因为大部分人都只会到达西子湾而已，不过这里不好到达，属于来高雄深度旅游的时候再去就可以了。再往下就是西子湾，
这里沙滩腹地蛮小的，也蛮多垃圾的，而且这里的海水还会有一种臭臭的味道，并且下午5、6点的时候这里就会关门了。对于想玩水或是看夕阳的游客，不推荐这边，而是建议去我等一下要讲的旗津沙滩。最后就是打狗领事馆，那这个领事馆蛮小的，大概20到30分钟就能够全部逛完。唯一不错的就是山上园区的观景台风景蛮美的，但是刚刚说的寿山观景台能够看到更高更远的风景，而且还免费，所以除非你对这里非常有兴趣，不然的话也不用特地前往。接着我们就可以前往旗津，一般来说我们会在鼓山轮渡站搭乘轮渡到达旗津，大概10分钟会有一班轮船，坐一趟大概30块。到达旗津后，我们可以先在旗津老街逛逛，吃点东西，再前往旗后炮台那边，沿着步道走到高雄灯塔，中途还能够看到海马堤防。接着就往下走到旗津贝壳馆，那这个馆有收藏将近2000多个贝壳，从今年开始可以免费入场参观。网络上很有名的彩虹教堂也在这个贝壳馆的旁边。接着接近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到旗津海水浴场那里玩玩水，吹吹海风，顺便看夕阳。有来高雄的话，真的很推荐来旗津走一走。那么以美丽岛在以南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各种的百货公司。首先看捷运的中央公园站，这个公园装修的蛮漂亮的，有时候下午也会有街头艺人的表演，很适合有带小朋友的游客来这边。而且这个捷运站在这个公园的地下，你一出站就到了公园，非常的方便。旁边的新崛江商圈跟六合夜市一样，非常的没落，没有人潮也没有摊贩，去了会非常的失望。附近还有大利百货和汉神百货，再远一点有自强夜市，这夜市就是当地人才会去的，所以不会像观光夜市一样那么的大。但是我觉得这里的食物蛮好吃的，所以如果有路过的话，可以来这里逛逛。接着就到了三多商圈的捷运站，这里有星光、远东和大远百3间百货林立，非常适合逛街。旁边就是高雄的地标85大楼，这里好像已经荒废了，而且85大楼是远看你才能感受到它的美，所以就去我们刚刚说的博尔塔、寿山观景台、高雄灯塔等高处，就是观赏85大楼地点的好选择。再往下到达捷运狮甲站或者是轻轨的软体园区，这里有一间台旅生活商场，有一些吃的店以及一间书店可以逛，但是这里主要以看电影为主，想逛街的人不要把这里当作第一选择。除非你想逛的就是旁边的好事多、家乐福或者是宜家这些生活用品量贩店，不然就选其他的百货公司，像是轻轨梦时代站的梦时代购物中心和捷运草衙站的草衙百货，这2间百货公司就蛮大的，绝对能让你逛个够。最后捷运高雄机场站附近有一个老爸休闲农场，因为就在机场旁边，所以很适合来这里观赏飞机降落，有贩卖一些披萨、炸物以及饮品。那我自己是最喜欢他们的松饼。如果不喝饮料的人，那里也有白开水可以让你喝，餐点的价格大概在100-200左右。好的，那么这些就是在高雄捷运附近比较方便抵达的景点。接着介绍的景点就属于深度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的地方。首先是月世界，这里的地表呈现灰白色，一片荒芜的一个景象，传说是因为在夜间会反射月光，所以才取名叫做月世界。再上去就是旗山老街和美浓客家文物馆，旗山老街要6日来比较有东西可以逛。再往上的藤枝国家森林游乐区和纳马夏景区我也没有去过，但是听说纳马夏景区远离光害且水源干净，所以每一年的4月都非常适合去那里观赏萤火虫。据说到时候的萤火虫会非常的多，非常的漂亮，一定要去一次。那么这就是高雄景点的大致分布以及情况。至于住宿的问题，如果说你是在南高雄的话，就推荐住在盐城或者是前金区。如果要去北高雄的景点的话呢，就住在左营。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 Alpha Boots，我们下部影片见。